最近呢 ，Echo Mimic 做了一版更新。那我们知道 Echo Mimic V2 出来之后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数字人的效果。那我们之前呢也做了一个数字人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背叛、欺骗。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人的效果是非常棒的啊，当然它存在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版更新它主要修复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使用自定义的 pose。那为什么这么讲啊？你注意在原版的这个视频里边的话呢，我们其实这个动作是不能够自己去定义的，就它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呢，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你每个数字人做出来这个动作呢，基本上呢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不能自定义动作这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修复了自定义的动作的时候呢，会遇见非方形蒙版的错误啊。所以说呢，这个就会使那种长的呀、竖的呀啊，这个不是方形的这种视频呢，出来之后呢，人物会变形啊。所以说呢，主要是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然，这两个最主要的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叫自定义动作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手法。那如果手势是固定的，对于我们数字人他那个形态啊、起始的动作，这个呢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去控制啊。所以说呢，那个数字人的形象呢，基本上都是那个样子的。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版的状态下，我们应该怎么去用。那大家呢，先把这个扩展呢给它升级到最新版，升级的方式很简单啊，这个我就不用去说了。下边呢，我们就看怎么生成一个完全自定义的数字人。工作流很简单，大家注意，就是一个标准的 ConfUI 的工作流。那我们用的是 Flux Dev FP8 的模型，然后串联了我们的两个 LoRa， 一个是小红书的，一个是我自己生成的。当然这个你自己去控制啊，怎么都行。然后呢，就是提示词该怎么写，这个很重要。这个采样的参数里边，我们用的是小红书的采样啊 ，DES Beta， 然后是 1.0， 别的呢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宽高，建议大家呢还是用方形的。回头呢，你可以去裁剪成这种竖版的啊，方形的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回头呢，我会给大家做演示。那下边呢，我们来生成这个提示词啊，这个提示词用的就是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器。我们首先来构建场景啊，这个场景的话呢，我这儿其实已经写好了。我主要讲一下啊，这个词为什么是这样写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场景是什么。是一个时尚的女孩在自信的演讲。大家注意，一开始你不要先去调细节哦，你首先要想到的就是这个数字人的场景是什么。我们把翻译打开啊，大家容易看到这个效果是吧？大家注意，这个具体的中文我就不去读了啊，你自个儿看一下就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给它放过去，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大家看到我们大概得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个现在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它现在呢可能并不是面向你啊，它不是个正视图，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提示词里边加上这样两个东西，一个是对称构图，我们一个叫正视图。那我们再生成一遍。大家注意啊，什么叫做对称构图？其实我们就希望这个图的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其实就这个人呢尽量的是正对着你的。所以说呢，这个对称构图呢，我觉得在生成正面人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提示词啊。当然正视图就不用说了，就是我们正对着你去看的这样的一个视图。大家看到啊，这个其实就非常棒了，对吧？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这个背景的设置啊。那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就不去做了。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存储一下。那用这种方法呢，我们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数字人啊，大家看一下。当然，我这个比例的话可能不是方的，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就是只要你把这个调的比较合适，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啊。你喜欢这种生活化一点的，可能这个就是不错的啊。那你喜欢这个正式一点的，是吧？或者是哪种啊，可以提前生成好啊。那现在我们拿到这个生成的数字人之后呢，你就两种选择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所有的像可灵啊、海螺啊这样的工具，然后来生成一个动作就可以。那我之前呢用的是海螺，也就是 Min-Max。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海螺的这个国内版啊。那我这儿有之前生成的一个记录，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这个女孩在演讲的一个动作。
那我这个提示词是一个女孩正在自信的演讲，我这写错了啊，而且我强调它是静态镜头动态的手势，也就是说静态镜头镜头别动，动态手势人物要有比较大的这个手势在里边，所以说非常简单的我们就得到了一个6秒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的话呢，其实包含比较好的这个人物演讲的动作的。我们登录之后免费额度大概是100点啊，那我们生成一个大概用30点，我已经用了3次了，所以说我这儿只剩了10点。说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登录一下海外版的海螺，就是海螺 AI.video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上传我们刚才生成的那个数字人，同样给它写上啊，一个女孩正在自信的演讲，静态镜头，然后动态手势。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就开始这个生成了啊。但是海外版这个生成的时间呢，就特别的长啊。你注意，说我现在前面有9964个这个人啊正在排队，然后我大概需要138分钟，所以这个时间的确是比较长啊。你说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没关系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呢，比方说我们用极梦来试一下啊，视频生成，然后我们上传这个图片，然后用的模型的话呢，我们选一个比较高级的啊，我们选一下这个 T2.0 Pro， 这个大概需要20个点啊，然后呢我们需要写一段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我们还写成这个。说一个女孩正在自信的演讲，然后静态镜头动态手势啊，然后呢我们直接生成，来看这个也在生成。有人说它生成的效果不好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们就需要它的比较合适的一个动作啊。由于我现场给大家演示嘛，你会发现我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我看到我的海螺不够了，所以我建议你用海外版的。那海外版这个时间太长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切这个模型。那为什么不去用可伶这样的模型？可伶那个时间也长啊。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接受不了，我们录视频的话让你等上2钟头，这个黄花菜都凉了，是吧？那现在呢我们就生成了一个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有点夸张啊，不用管它，我只是给大家演示这个过程，对吧？那我们把它下载下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视频。那下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把它的动作给提取出来。大家注意啊，提取出来呢是一个数据文件啊，是一个 NumPy 的数据文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Echo Mimic 这个扩展包里边，然后里边有一个文件夹啊，叫 Echo Mimic V2， 看到对应的一些信息。那比方说我们之前看Asset 里边有它的这个数据包，里边呢有一个叫 Pose 啊，大家看一下有很多的这个 NumPy 文件，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它提成这个 NumPy 文件。那这个怎么去做呢？那我们会用到另外一个扩展，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 Config Acceptance， 这个是Echo Mimic 的作者专门写的一个扩展，用来提取这个姿势的。注意啊，这个 Pose 呢有5种分离模式，它有这个左脚右脚啊什么很多的这个你不用去管它啊。那重点呢大家是参考这个工作流。这个的安装很简单啊，大家只需要把这个仓库给它克隆下来啊，然后安装这个需要的第三方的包就可以了。这个其实装不装的都行啊。另外的话呢，大家需要下载一些模型，你要注意我们用到的模型有3个，因为我们现在提取姿势嘛，一个是 SIG， 一个是 Pose， 还有一个是 YOLOv8，YOLOv8 用 M 就行啊。SIG 的话呢，从这儿下放到这个目录下边。Pose 从这儿下放到这个目录下边 ，YOLOv8 放到这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下载之后的结构。下载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Models 目录里边找到这个 Sequence 文件夹，这里边呢它默认的这个文件夹都建好了啊。Depth 下完没有 ，Normal 没有，我们只需要的一个是 SIG 这个啊4个多 G， 还有一个呢是 Pose 这个。然后 YOLOv8 放在这个位置，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放完之后呢，你就打开它的示例工作流就行。这个工作流很简单，也不用去记啊，因为它就是个标准的工作流，大家用就行了，就是这样。大家注意啊，我们选的时候，由于 Depth 和 Normal 是没有的，所以说这儿是不选的啊。这个选 SIG 那个模型，这个选 Pose 模型，然后别的默认就行啊。这儿加载你要生成姿势的那个视频，然后关键是这儿。这几个值啊，然后是你要取哪个姿势嘛？
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左手 add sig index， 就是我们现在要加上右手啊，左臂和右臂，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左右臂的这样一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save pose 呢要选成 true 啊。这儿呢我只取120帧，因为呢我给大家演示不能取的时间太长啊，要不然跑得太慢啊。下边我们跑一下，大家看一下效果。注意啊，这个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只是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就跑完了，我们这儿可以看到这个姿势是比较清楚的，对吧？然后有抬起手来这个动作。然后你要注意啊，这儿由于我们选了这个 save pose 是 true，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会在我们的 output 文件夹里边，也就是你的这个标准的输出文件夹里边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文件。我们看一下啊，虽然我这儿选了120帧，但是你注意我这儿其实没有120帧啊，我这儿只有64帧。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成的这个视频的长度它其实是不够的，一共就那么长啊，到不了120帧啊，那就没办法，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只能用这么多啊。大家把这个东西拷贝出来，可以放到我们的 config input 文件夹下边啊，然后下边会有一个文件夹叫做 TensorLite， 然后放到这儿就行了。这儿呢，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比方我们叫做 new pose， 然后我们直接粘上。你看到啊，其实我们只有0到63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动作文件啊。这个动作文件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生成对应的数字人的动作。好，放到这儿之后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标准的 Echo Mimic 的工作流，这个是我之前生成的啊。那这个呢是我用到的音频。好，我们来听一下。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背叛、欺骗以及磨难。就是这些所谓的劫，就会把你内心那个脆弱的小我按在地上，然后反复的摩擦。大概就这么多啊。然后呢，我们上传一下我们需要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你生成的原图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的大小给它设成768×768。当然你可以用512，用512我觉得不太合适啊，就是分辨率太小。然后别的地方不用去管，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就是 Audio Drive 的和 V2 这个要选对了，你不要选第一版啊，选第一版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嘛，对吧？另外你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新建了一个 pose 的文件夹啊，叫 new pose， 然后你这样去看可能是没有的啊，因为需要刷新嘛。但是在这个新版的 config 里边没有刷新按钮了。原来有 fresh 啊，现在这没了，没了怎么办？你就选中它，点一下 R 键啊，它会有 update request， 然后提示你啊已经刷新完成，然后你再左右去控制的话呢，就能找到 new pose 这个文件夹。这个里边呢，由于我这个只有64帧啊，所以说干脆我就64帧。然后你要注意这个 width 和 height 这儿选的要对，768×768。真正我这个视频可能是1024×1024的啊，不用去管它。下边呢我们直接来生成就可以了。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具体的进度啊，当然这个节点的运行我们还能看到，但是真正到采样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进度条的显示。大家看一下啊，真正开始采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到进度了。这个时候呢，你依然可以通过这个底部的这个面板啊，可以看到它生成的一个进度。由于我现在只有64帧啊，所以说呢进度还是比较快的。好，我们稍等一下，现在呢就生成完成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呢还是非常棒的啊。那我们听一下它的效果。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大家注意啊，他的手呢其实有一些问题啊，大家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变形，对吧？是因为我们生成那个视频可能精度是不够的啊，所以说它在这个读取这个姿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问题啊，不用去管它，这就是我们完全自定义数字人的一个流程。那我们生成一个数字人，生成了动作，把动作提取出来，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在 Echo Mimic 里边去用了。那么剩下的其实就是换这个数字人，数字人的这个动作和比例，这个要和这个持平啊。那么生成的手法呢，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啊，你可以用这个 Depth 啊，就是 Flux Tools 里边的 Depth 啊，然后来生成一个类似的数字人。它可能呢这个会有不同的背景，穿着不同的服饰啊，但是它的姿势是保持一致的。当然基本的外形可能跟它也会比较像，对吧？那我之前
前做了一些测试啊，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竖版的啊，它的大小呢是512×768的。那它的动作呢，我也是按512×768来生成的。你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效果呢，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问题啊，你注意它的脸其实不是特别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尽量的你要用这个768×768的，就是方形的这个，它必定是模型原版的一个尺寸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生成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脸呢可能有点糊掉，虽然不是特别明显啊。注意我这鼠标不敢往上点，一点上去就有声音。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背叛、欺骗。那大家再看这个啊，这个就是一个768×768的，那这个动作是我用海螺生成的啊，它可能更长一些。那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完整。这个的脸呢就非常的清楚啊，就相对来讲要好很多，而且呢保持的一致性也是不错的。那我们听一下完整的效果啊。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背叛、欺骗。那么相同的问题就是手部的这个动作有一些变形，可能是我们定义的这个手势太复杂，尽量的呢是让手去动啊，然后呢手指不要动，这样的话呢你得到的效果呢应该是最棒的。当然最合理的方式就是你实拍一个，这样呢会更好。当然你要实拍的难度就是你能不能找到比较漂亮的数字人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不太好找啊，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不管怎么讲，你会发现呢在这个技术水平上比我们之前生成的数字人其实要好很多了啊。原来呢我也尝试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生成数字人，那么其实除了去调模型之外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当然那个工作量就相对的大一些。那直接靠这种图来生成数字人的效果，我觉得目前 Echo Mimic 呢是最好的，尤其是第2版。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